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汤米。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护理我漂染过后受损的发质。因为我前阵子在伦敦漂了头发，然后漂完之后我还蛮崩溃的，是因为我养了快1年的头发，但是我当天漂完，理发师给我吹干之后，我的分叉已经开到了这里，所以我在家里真的难过了好几天，我也不敢洗头发。然后第一次我洗完头发之后，我头发就像棉花一样。非常非常脆弱，我就知道那我发质受损很严重了。然后我就在伦敦买了一些专门针对受损发质的一些产品进行护理。因为我自己有在观察，有在记录，差不多我是洗了3次之后，我的头发开始可以变得比较坚韧，然后分叉也越来越少，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卷啊，或者是一些拉直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今天呢，我想按照自己的洗头步骤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我先用的产品是这个 LG 的头皮精华，它是有一个稳固发根，然后激活头皮，然后清洁油垢的一个作用。因为漂完头发之后很容易断发，然后头发就变得很脆弱，我希望它从头皮开始就变得健康起来。然后这个是我其实之前就有用过，我觉得还不错的。它有一个按摩头，就是它很方便使用，不会像其他的头皮精华会滴的到处都是。像这种滚珠的设计，不仅是方便涂抹之外，你涂完之后也不需要额外的按摩，因为在涂抹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按摩的步骤。所以我在头发护理之前，最先用的是这个头皮的精华。涂完头皮精华之后，我会用这2个产品，是 Olaplex 的1号跟2号，这是我在亚马逊上买的，因为线下几乎很难买，它是沙龙线，就是仅供专业人士使用。但是我在小红书上做了很多功课，它可以拯救染烫受损的发质，所以我就买了2瓶回来试试看。我觉得这2个产品是我所有的护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，因为它是最晚到的嘛。其实我有开始用其他的一些发膜或者是精华油都没有用，可是开始用它们之后，我的头发才开始慢慢恢复，慢慢变好。所以你真的头发如果受损到很严重，我非常建议你最需要的产品就这2个。我会先用1号，然后兑水喷在头发上，然后等10分钟之后呢，我再会用2号抹在头发上。不管是发尾还是发根，我都会抹，因为我从这发根就开始有点受损嘛。抹完了之后，我就开始洗头。洗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Olaplex 的4号跟粉色的洗发水。我也有看说粉色洗发水有时候会伤头发，但是我这几次洗下来，可能是因为我发膜或者是其他护理做得很到位，也建议大家不要去单独的使用。我会把这2个兑在一起，然后加一些我之前就是推荐给大家的那个娇兰的洗发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用完了之后呢，就开始上发膜。之前一直用资生堂的那个发膜，我觉得很好用，但是我用多了之后它有点难洗。这2个发膜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很好洗，而且洗完头发之后会变得很润很润。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这2个发膜的话，其实我吹头发吹起来还是会比较费劲。如果你头发受损很严重的话，你可以去试试这2个发膜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会一直回购的。这个发膜停留的时间我大约会在半个小时。其实2号也算是一个洗前发膜，我也会停留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，反正我会把发膜的时间弄得尽可能的长一些。到这一步呢，差不多我洗头发的过程就结束了。然后我把水分用毛巾吸干之后，就开始涂上这个 K18的免洗发膜，这个也非常非常好用。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它，所以我才去买。今年用它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感觉，觉得吹干之后那个发质真的变得很好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觉得对头发非常有用的，就是我用1档的那个热风吹干头皮之后，我是用冷风把头发吹干的。首先大家要保证自己不会感冒，先把头皮给吹干了之后，才开始用冷风吹头发的下半段。这个其实是我之前有一个在剧组的理发师告诉我的，因为我们在拍戏很热的地方出了一天汗，头发已经变得超级乱糟糟了。然后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呢，他就用冷风给我吹头发，我头发就变得非常的顺滑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其实用冷风吹头发会让头发没有那么受损，所以我觉得用冷风吹发尾对我发质的改善帮助也很大。最后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这次来我买到最喜欢的头发精油。其实护发精油我买了很多很多。Sisley 的这个是我头发但凡有炸毛或者是有点分叉的时候，我只要挤一点然后抹上去，它那个分叉就会立马变得服帖。我在店里面试了一下，我就立马买了。如果你想试试看新的护发精油，我觉得这支真的是很好的选择。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，就是我平时如果要做一些造型或者是卷发的时候，之前会用的一个Amika 的隔热喷雾。我不想用高温再去伤害我的头发，所以这个我也很推荐给大家。它跟别的隔热喷雾不太一样的，就是它喷完之后头发会变得很顺滑、很细软。
而且会非常有光泽，所以这个也很推荐给大家。我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视频，也希望大家都养好自己的头发，拜拜。